1984年出生的朋友，请留步。如果现在的你常常感到莫名的心累，明明付出了12分的努力，却总觉得回报只有6、7分，甚至深夜里常常有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感，那么这条视频就是老天特意安排让你看到的，因为你的人生即将迎来一场惊天逆转。各位有缘人，大家好。我们常说甲子年是60花甲之首，而1984年出生的你，正是这开启新轮回的屋上之属。五行属木，那因为海中金。在这个年纪，40岁出头，41岁上下，你是否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鬓角冒出的几根白发，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？回顾你的前半生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在风雨中独自奔跑的身影。命理书上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：幼年有灾，中年衣食足用，心闲辛苦。但这几个字的背后，是你多少个咬牙坚持的日夜。很多1984年的朋友，原生家庭并非大富大贵，甚至年少时经历过比同龄人更多的波折。你比谁都懂事得早，你天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，像站在屋顶的老鼠，看得远，警觉性高。但也正是因为这份聪明，你活得太累了。你的内心其实非常重感情，对朋友忠诚，对家人负责。可坏就坏在你这张嘴不饶人，明明心里想关心对方，话到嘴边却成了责备。明明是为了这个家拼命，却因为不善表达，落得个好心没好报的下场。那种孤军奋战的凄凉感，是不是经常在深夜袭来？六亲缘浅，不是说你和亲人关系断绝，而是指在人生的紧要关头，能真正拉你一把的人太少了。所有的苦，你都是一个人嚼碎了吞进肚子里。但是听我一句劝，不要灰心，更不要认命。因为从41岁开始，你的人生剧本，老天爷已经为你改写了。如果说前半生你是为了生存而战，那么41岁之后，你才是真正为了享受而活。这是一道至关重要的分水岭。之前的种种磨难，其实都是上天对你的考验，是为你承接下半场巨大的福报所做的地基。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41岁之后，你的运势将呈现出一种井喷式的爆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命宫中的将星与金匮2颗吉星，只有在中年心智成熟后，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事业。之前的你，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执行者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但41岁到50岁这10年，是你从将才转变为帅才的关键期。将星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专业能力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你不再需要像年轻时那样靠体力、靠加班去拼。现在你要靠的是沉稳和远见。职场上的甲子属，请你记住一个词：放权。不要再是避亲宫了，你的敏锐度要用在识人、用人上。你天生就能分辨谁是忠诚的属下，谁是笑里藏刀的小人。利用好你的直觉，多和属牛、属龙、属猴的人靠近。这3个生肖是你的天乙贵人。当你遇到瓶颈时，也许属龙的领导会提拔你，属猴的同事会给你新思路，属牛的下属会为你稳住后方。
对于自己创业做生意的老板们，听好了，41岁是你们打破僵局的最佳时机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意做不动了，遇到了天花板，不要死守。你的五行属木，木的特性是什么？是生长，是向外延伸。这意味着你适合跨界，适合创新，适合引入新的技术或管理模式。不要怕，大胆去尝试新的领域。只要你敢于突破，你的事业就会像春天的树木一样，焕发惊人的生机。但有一点要切记，圆融。过去你可能因为过于专注目标，说话太直，无意中得罪了人。后半场拼的是人情世故，学会笑着把钱赚了，学会照顾别人的面子，你的路会宽10倍。接下来讲讲大家最关心的钱袋子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1984年的甲子鼠是典型的老来富命格。41岁之前，你是不是觉得存钱特别难？左手进，右手出，好不容易攒点钱，家里总会出点事让你花掉。这是因为早年你的财库门还没打开。但41岁一过，金匮星入局。这颗星是专门管钱柜子的。你的正财，也就是工资收入、主业利润，会随着你地位的提升水涨船高。更让人惊喜的是你的偏财运。你那敏锐的直觉，在投资理财上将大放异彩。无论是房产、股票还是新兴产业的投资，你往往能比别人早一步嗅到商机。我曾经见过一位1984年的朋友，40岁前一直老老实实上班，积蓄平平。41岁那年，他听从建议，用闲钱投资了一个他观察很久的冷门项目。结果不到2年，回报翻了数倍，直接实现了财务自由。你和他一样，命里藏着这种偏财基因。但这里我要泼一盆冷水。财运来了，守不守得住，看你的定力。甲子鼠有个毛病，就是消费随性，容易冲动。特别是看到喜欢的东西，或者耳根子一软，钱就出去了。中年以后，必须做好资产配置，1/3稳健投资，1/3家庭保障、保险、教育，剩下1/3才是博取高收益的资金。只有做到开源与节流并重，你的财富雪球才会越滚越大。到了晚年，你绝对是那种儿孙满堂、衣食无忧的富家翁。钱赚到了，家里的灯火是否温暖呢？41岁之后的你，感情运势将进入一个和解的阶段。年轻时的你太要强了，在婚姻里，你总想争个对错，不懂得示弱。多少次争吵，其实都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最后演变成了冷战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你开始明白了，家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对于已婚的甲子鼠，后半生你要学会示弱，偶尔给平淡的生活加点糖。不需要多昂贵的礼物，一次下厨，一束花，甚至是一句辛苦了，都能让伴侣的心融化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柔软下来，对方也会变得温柔。你们将进入一种相濡以沫、互为靠山的境界。对于还是单身的朋友，44岁到48岁之间，你的红鸾心动。你成熟稳重的气质会吸引到真正懂你的人。这时候找对象，不要只看脸，
要看心，看性格是否互补。只要你放下防备，那个对的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等你。再说子女关系，甲子属责任感太强，总想给孩子安排好一切路。但我想对你说，放手吧，孩子有孩子的命数，过多的干预只会变成控制，让孩子想逃离你。试着像朋友一样和他们相处，多鼓励，少说教。你会发现，孩子比你想象中更优秀，你们的关系也会变得前所未有的亲密。现在，我们要谈一个最严肃的话题：健康。没有这个一，后面再多的零都是空的。1984年五行属木，木对应人体的五脏，就是肝。回顾一下，你是不是经常熬夜？是不是应酬不断？是不是一遇到烦心事就生闷气？这都是在消耗你的肝气。中医讲，肝主疏泄。你性格中那些压抑、急躁、思虑过重，最伤的就是肝。41岁之后，养肝就是你的头等大事。怎么养？第一，睡子午觉。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经当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必须熟睡，这是肝脏排毒修复的黄金时间。少熬夜，比吃什么补品都强。第二，管住嘴，少喝酒，少吃油腻辛辣，多吃绿色的食物，青菜、西兰花、绿豆，这些都是疏肝理气的良药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情绪出口。不要把事都在心里憋着，感觉压力大了，去喊两嗓子，去公园走走，去和朋友吐槽，让体内的郁气散发出来。另外，甲子属到了中年，容易出现腰酸背痛、关节不适，这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，气血不通。定个闹钟，每1小时起来活动一下，简单的拉伸，适度的快走，都能让你保持活力。记住，你的身体是木，木需要阳光和水，也需要舒展，不能总是蜷缩着。最后，作为命理师，我必须给你2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提示，请拿出小本子记下来。第1个节点，2026年丙午马年，这是你人生中一个较大的坎儿。子鼠与午马相冲，这叫冲太岁。这一年，你的运势会像过山车一样波动，事业上可能会遇到小人阻碍，或者原本谈好的项目突然变卦。身体上要小心磕磕碰碰，或者旧疾复发。但是听到这里不要慌，知道冲太岁是为了让你提前避坑。在2026年，送你一个字：稳。这一年千万不要做重大决定，不要裸辞，不要盲目创业，不要借钱给别人，不要进行高风险投资。为人处事要低调再低调，哪怕受点委屈，也要忍一时风平浪静。只要你苟住了，平稳度过这一年，霉运就会彻底散去。第2个节点，2028年戊申猴年和2029年己酉鸡年，这是你的高光时刻。猴是属的三合贵人，鸡是属的禄和贵人。度过了2026的低谷，这2年你的运势将直冲云霄，事业、财运都会迎来巨大的突破。如果你有宏大的计划，比如买房、上市、扩大规模，请放在这2年执行。这将是你人生下半场最辉煌的开端。
1984年的甲子鼠们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41岁不过是刚刚跑完半程。前半生的苦是为了磨练你的筋骨，后半生的福是为了奖赏你的坚韧。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顿而迷失，也不要因为年龄的增长而焦虑。你就像那老房子上的横梁之木，经历了岁月的风干，才撑得起这整个家业。带着这份洞悉天机的智慧，去拥抱属于你的黄金时代吧。记住，心若向阳，无畏悲伤；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祝福每一位1984年的朋友，下半生风生水起，平安喜乐。如果你觉得这篇分析说到了你的心坎里，请点赞，分享给同样属鼠的亲友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，让我们一起稳稳地赢在下半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